旺哥，神了！这批鱼的活力和个头简直绝了！按昨晚市区生鲜超市给的收购价，明天这一网下去，咱们保底能赚30万。旺哥，你这3年的苦总算没白吃。3年了，为了这片鱼塘，我押上了所有积蓄，没日没夜的研究水体生态危险环，硬生生在这个连年亏损的荒水坑里，养出了市面上极其抢手的极品生态鱼。明天交了货，先把你垫付的饲料钱还了，剩下的钱，我打算把水库的过滤系统再升一级。大伯，刘村长，你们这是干什么？干什么？旺子，这鱼塘你不用管了。村里昨天刚开会决定，这片水库属于村集体的资产，你个人的承包不合规矩，现在重新发包。这片鱼塘的合法承包人归你大伯我了。哦，大伯，这水库是我3年前按正规流程签了5年合同包下来的。白纸黑字，合同还有2年，你们凭什么单方面毁约？你们放屁！3年前这是个连泥鳅都养不活的臭水坑，旺哥投了多少钱，熬了多少夜才养出这池子好鱼，现在眼看要赚钱了，你们就跑来想抢现成的，还要脸吗？大人说话，轮得到你个小屁孩插嘴？哎，旺子，话不能这么说。你爸爸当年为了治病，欠了村委一大笔钱，我们体谅你的不容易。当时给你办的那份合同，很多不合规的手续也都直接绿灯通过。现在大国愿意出更高的承包费，这也是为了咱们村集体的大局着想。你可不能这么自私啊，也要体谅一下我们的不容易，是不是？这番冠冕堂皇的话，说白了就是明抢，还要我感恩戴德的戴上这顶高帽。少废话，我爸可是你亲大伯，长辈接手你的生意那是看得起你，别给脸不要脸，拿着这2000块钱，赶紧滚蛋！这机器看着不错，也归我们了。嘴巴放干净点，江浩，谁给你的权利乱动私人财产？林技术员，你管的也太宽了吧？这地现在是我家的，地上的东西自然也是我家的。是吗？看清楚了，这是省农业厅刚批下来的 A 级生态水质与设备认证，所有人是江旺个人。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叫派出所的人来，让你这新签的合同直接在拘留所里生效？林技术员，你这误会了不是？旺子，既然你嫌钱少，大伯也不为难你。水里的鱼我不动，全都是你的。刘广全，土地发包有争议我管不着，但江旺这套净水设备和这满池子的鱼苗全都属于他个人的合法私有财产。江大国，你今天只要敢强拿江旺鱼塘里的一条鱼，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这就是抢劫，叫做寻衅滋事和非法侵占巨额财产。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叫派出所的人来，让你这新签的合同直接在拘留所里生效？林技术员，你这误会了不是？旺子，既然你嫌钱少，大伯也不为难你。水里的鱼我不动，全都是你的。但这地你今天必须腾出来，合同都签了，村里也等着用。你要是不配合，我立刻让人掐了你的电，你自己看着办。我甚至在这种熟人社会里，硬碰硬只会陷入无休止的扯皮。这3年的窝囊气我也受够了，不如痛快点，直截了断。行，大伯，刘广全，这退包协议我签。旺哥，不能签呀，那可是咱们的命根子。不过岸上的机器太重，我不要了。水下的几个废旧卫泵我得带走，几堆破铜烂铁，你爱拿走就拿走，赶紧签字滚蛋！江大国和刘广全以为那只是普通的抽水泵，根本不知道这是我耗费2年心血研发的活水内循环芯片。没有了这个东西，这片看似清澈的鱼塘底层水体就会彻底失去微生态交换能力，不出半个月就会变成一滩死臭泥。林技术员，要搭个车不？你就这么把3年的心血让给他们了？这可不像你的脾气。他们抢走的只是一滩死水，大伯以为他抢到了摇钱树，实际上他给自己挖了一个倾家荡产的绝命坑。不出半个月，底层的水一发酵，我会让他跪着求我把这片塘收回去。好戏才刚刚开始。高档生态饲料被我低价卖了，换成这些便宜的离谱速效化肥饲料，这波赚翻了！给我往死里喂，别心疼这几毛钱的饲料钱。爸，你看这鱼吃的多欢！江旺那个死脑筋，买那种几百块一袋的生态饲料，把进人肚子里的鱼
当祖宗伺候，纯属脑子有坑。就这种30块一袋的化肥料，照样能把鱼喂得白白胖胖的。读书读傻了呗。老祖宗养了几千年的鱼，不就是有水有草有饲料就行？他那套虚头巴脑的东西，就是骗钱骗投资的，咱可不上当。哎呦，钱老板，您可算来了，快来快来！这可是镇上最大的水产批发商钱老板，我发大财的暴发户美梦，今天全指望他了。老姜啊，你这堂子接手的值啊！这批鱼的品相是我这2年在咱们镇收过最好的，这一条条的体型肥硕，鳞片发亮，多漂亮啊！听说之前这堂子是个叫姜旺的年轻人在搞，怎么现在换成你了？嗨，姜旺那是我侄子，年轻人办事不牢靠，瞎折腾赔了钱。这堂子其实一直是我在背后出技术指导，现在我看他实在烂泥扶不上墙，干脆村集体出面，由我亲自接手管理了。行，货好就行。这堂子里的鱼我全包了，按照特级鱼的价格，1斤给你算35，这满坑少说也有1万斤，35万，怎么样？没问题，钱老板痛快。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面，我这是要供到市里大超市的，那里的品控极其严格。我今天先给你10万定金，半个月后我带冷链车来拉鱼，鱼的成活率和肉质必须保持现在的标准。如果到时候鱼出了问题，带有病菌或者品相大跌，定金全退，赔我30万的违约金。这鱼在水里游得好好的，半个月能出什么事儿？签，现在就签。钱老板，您放100个心，我老姜办事绝对靠谱。爸，咱买哪个？这10万块钱拿在手里，简直像做梦一样。今天必须买辆新车显摆显摆，买个大的，看着气派的，就要那辆黑色的 SUV， 付个首付直接提走，剩下钱里留着买华子买酒。半个月后30多万尾款一到，咱家也去市里买房。这车一开进村，全村人都得羡慕我，这暴发户的感觉真爽。哟，大国买新车啦！嗨，随便买个代步的，10几万的破车也就凑合开开，等下个月鱼塘结了尾款再换好的。哎呦，旺哥，这地方的蚊子简直能吃人啊！这废弃水库杂草丛生，条件比清水村差远了，真不知道旺哥怎么想的。石头，别抱怨了，这套内循环芯片是我从老鱼塘带出来的，刚把最后一点积蓄全砸进去换的比之前更高精度的过滤薄膜，升级成了深蓝 2.0 版本。你别掉链子，现在把岸上的电缆拉过来，主副泵要同时并联。嘿，旺哥，我看你这精神头要比之前在清水村更足了。先别干了，上来吃饭。我下午顺便去镇上跑了一趟手续，清水村的村委对你的投资非常欢迎，承包合同已经走完正规流程了，30年产权，绝不会再出现老家那种纠纷。谢谢你，林夏。如果不是你帮忙走流程，这荒唐我拿不下来。姜旺，我不明白，你在清水村明明有理，以你的脾气，真要跟他们死磕，他们也拿你没办法，为什么走得那么干脆？就是啊，旺哥。那30万眼看就进有呆了，现在倒好，全便宜那老王八蛋了。死磕没必要，跟烂人烂事纠缠，只会消耗我们自己的精力。林夏，你是做水质检测的，你觉得清水村那个鱼塘的底部环境怎么样？老鱼塘是死水坑改造的，底部沉积了至少半米厚的陈年腐殖质。如果是普通人养殖，水里那些对养鱼有害的氨氮早就超标了。难道他走的时候动了手脚？之前是因为你那套特殊的循环设备，强行建立了底层的消化细菌群里，才把毒素压制住的。你走的时候把核心水泵拆了，所以底层的微生态循环已经被彻底切断了。大伯为了催肥，肯定会换便宜的化肥饲料，大把的喂下去。鱼群高密度的抢食，加上排泄物的暴增，没有了我的循环系统做降解，最多半个月，底层的腐殖质就会彻底爆发。爆发会咋样？鱼全翻白肚皮死光？如果死光了，那大伯顶多是白赔点饲料钱。最致命的是，鱼不会立刻死，底层的那些有害物质会在这半个月内一点点渗透进鱼的血液和肌肉里，这叫重度泥腥病。患上这种病的鱼，表面看着还是活蹦乱跳，个头极大，但只要一上锅蒸，那股刺鼻的恶臭烂泥味能熏得人把隔夜饭都吐出来。这种鱼丧失了一切商业价值，别说卖钱了，连白送给人当地里的肥料都不要。所以，你把合同让给大伯，其实是把一个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亲手塞进了他怀里。他们欠我的，我会让他们连本带利的吐出来。石头，准备干活，今晚通电试水。明天一早，我们要去市里接第一批特种冰川洗鱼的鱼苗了。这片清水村才是我们真正的底牌。姜老板，你没跟我开玩笑吧？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我这批冰川水鱼的鱼苗可是从大西北的极寒水区空运过来的，娇贵得很，对水温、溶氧量和酸碱度的要求到了苛刻的地步，差一点都不行。你看看你这破地方，连个像样的增氧汞棚子都没有。你把我的极品鱼苗往这种死水坑里倒，不出半小时绝对全部翻白肚。我这可是将近30万的货，虽然你付了全款，但我老孙也是要招牌的。这要是全被糟蹋了，传出去还以为我卖的是温鱼呢。孙老板，你的担忧我理解，
但肉眼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石头，开锅。好嘞。这是什么过滤设备？功率这么恐怖啊！不仅仅是过滤，孙老板，你看，这是我刚才在下风口提取的水样，水里的溶氧量是 9.2， 氨氮和亚硝酸盐趋近于0 ，pH 值 7.4。孙老板，这水里的溶氧量比你那恒温车里的还要高出 20%。江旺打造的这套水下内循环芯片，能把水分子打碎重新充氧。这片水库现在是全省最好、最完美的天然冷水鱼孵化场。神了，真是神了！江老板深藏不露啊！是我老孙有眼无珠了。二柱子，赶紧开箱门卸鱼。石头，把软兜拿来。这种极品鱼苗娇贵的很，不能粗暴的水管抽排，得咱们一兜一兜的提，进行温差适应性转移，得让它们慢慢适应咱们这里的水温。啊，旺哥，30万的货，那得提到啥时候？起码得4个小时。林夏，水太凉了，你体质弱，去岸上做数据记录吧，我和石头来搬。少瞧不起人，这批鱼苗太金贵，转移过程中的抗击反应我必须实时监测。这是我们翻盘的全部底牌，我怎么可能躲在岸上看着？站稳了，继续。江老板，按你这水质，这批鱼最多2个半月就能出栏，到时候市面上的价格你随便开，我老孙先预定5万斤。没问题，孙老板慢走。江大老板，你现在这副尊容，要是让你大伯看见，估计能笑掉大牙。大伯，他现在应该正沉浸在新车和定金的美梦里，完全不知道自己抱着的是一颗随时会炸的雷。林夏，算算时间，老鱼塘那边的底层毒素发酵的差不多了吧？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化肥饲料的残留物遇到高温，底层的亚菌菌肯定已经大爆发了，鱼的鳃部应该开始出现轻微的发黑症象，最迟再过1个星期，泥腥病就会彻底并发。1个星期，让他们再得意一阵，在他们最高调的时候，摔下来才最痛。父老乡亲们，今天我江大国高兴，为庆祝我当上了正儿八经的水厂大老板，那个忘恩负义的丧门星江旺也终于滚出了村子。今晚我将在村口摆上3桌酒席，大家伙一起乐呵乐呵啊！给你们看看什么才叫正经干大生意的人。哇，你慢些开，这破路地盘都要刮花了。刮花就刮花，等这塘鱼一交货，钱老板把30多万的尾款一结，咱就去买一辆更豪横的，这车就当买菜车开。你那倒霉堂弟去个破地方包了个臭水沟来养鱼，咱们爷儿俩今天可是特意来看你那个倒霉堂弟笑话的，气势必须给拿足喽！王子啊，但凡你当初跟大伯服个软，何至于混成现在这个样子？到了，前面就是清水村那个废水库。哟，这不是咱们清水村出去的大能人江旺吗？大伯有何贵干？我这正忙着谈几十万的单子，如果是来借钱的，免开尊口。借钱？笑话！大伯，我现在是水厂大老板，手里攥着个35万的大合同，看看这是什么？20来万的新车，我眼睛眨都不眨，一口气提的。我今天来就是可怜可怜你这个亲侄子，你说你非要折腾什么生态循环，现在好了，被赶到这种鸟不拉屎的荒村，跟一堆破铜烂铁打交道，何必呢？
这鱼150一斤，这条2斤刚好300。什么一条破鱼你要卖我好几百？你怎么不直接去抢钱？切，装什么大尾巴狼？买这么贵的鱼苗扔进这种死水坑，姜旺，你就不怕这水温一高，全给你翻肚皮死光了？到时候你连裤衩都赔掉。江浩，收起你那可笑的无知吧。这片水域的底层水温已经被姜旺改造的深蓝 2.0 系统恒定控制在15度，氨氮指数无限趋近于0。你与其操心这里，不如回去闻闻你们自己那个老鱼塘的水。如果我没猜错，这几天水面上已经开始飘起绿沫子了吧？这2天老鱼塘的水面上不知咋的，开始漂浮起一层黏糊糊的绿沫子，而且水底隐隐散发出一股味儿，有点像那个下水道。不对，这姜旺指定是见我赚钱眼红了，拿这一套话来唬我呢。他们读书的不久爱搞这一套危言耸听嘛，肯定是那便宜化肥饲料发酵了，正常现象，能有啥事儿？少在这里危言耸听！我那塘子好得很，鱼吃得多，长得快。姜旺，别怪当大伯的没提醒你，你搞这么大阵仗，这荒山野岭的，连个正经变压器都没有。你拉的都是村里的临时农电吧？万一哪天突然停个电，你这满坑的娇桂鱼，半天就得憋死。哈哈哈哈！大伯，操心好你自己那30万违约金吧。这车不错，座椅上的塑料膜别撕，好好保养。过半个月法院查封拍卖的时候，能多估个千把块钱。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干什么？想寻衅滋事？行，姜旺，你给我等着，我看你能狂到什么时候！爸，就这么算了吗？你看姜旺那嚣张的样，他凭什么到哪儿都能赚钱？他那满坑的冰川鱼要是真养成了，1年得赚几百万，到时候他还不骑在咱们父子头上拉屎？是啊，凭什么姜旺这么好运气，剥夺了他的鱼塘？他不仅没有倒下，变成一条一无所有、需要杳无乞怜才能苟活的丧家之犬，反而建立起了一个更庞大、更高级的生态帝国。他凭什么？万一哪天突然停个电，你这满坑的娇桂鱼，半天就得憋死。对呀，停电！耗子，你还记得镇宫殿所临时工里有个叫王瘸子的吗？记得啊，那老小子是个出了名的烂赌鬼，只要给钱，什么缺德事儿都干。爸，你的意思是，清水村那个废弃水库离主干电网至少有2公里远，姜旺为了带动他那些大型水泵，肯定拉的是林前的主线电缆。名贵冷水鱼对溶氧要求极高，只要断电，水并停转，不用半天，他那一池子几百万的鱼苗全都会变成死鱼烂虾。妙啊！可是爸，这要是被查出来，查什么查？荒山野岭的，连个监控都没有。就说是野猪拱断了电线，或者线路老化短路，而咱们只要花个5000块钱，王瘸子能把这事儿做得天衣无缝。姜旺啊姜旺，你懂技术又怎样？你有人脉又怎样？在这个社会上混，光心善是立不住脚的。王老哥，这里面是5000块钱现钞，活儿很简单，清水村后山那个废水库拉了一条临时的主线来，要你今晚12点以后去把那根主线给我绞了。哎呦，大国老弟啊，那可是380伏的高压动力电，这要是被抓着了，可是破坏电力设备罪，要吃牢饭的呀！少来这套！王老头儿，谁不知道你前天晚上在地下牌桌上又输了3000？这5000块钱足够你翻本了。再说了，清水村那后山鸟不拉屎，连个鬼影都没有，谁会吃饱了撑着往那儿装监控？王老哥，你办事我放心。大国老弟，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这活儿我接了。今晚1点等我消息，保证让那个什么生态水库彻底变成一潭死水。好，痛快！姜旺，你真的确定他们今晚会来？这几天我们可是连觉都没怎么睡安稳。
会来的。林夏，你做农业质检这么多年，应该很了解咱们这片地方的人性。江大国那个人，贪婪又极度好面子。他原本以为抢了我的鱼塘，就能把我踩在脚底下，但昨天开着新车来炫耀，却看到了我们这规模宏大的深蓝 2.0 矩阵。他昨天随口说的那句停个电，绝不是无心之言，而是他潜意识里最恶毒的本能想法。他不能明着抢，那就肯定会暗中下黑手，来拔我们的氧气管。如果他们真的敢剪断主电缆，不仅水泵会停转，我们这30万尾娇贵的冰川鳕鱼，撑不过3个小时就会全部窒息。要是我没有预想到他们的险恶用心，咱们这次的损失可就大了。从法律上讲，这已经构成了破坏生产经营罪，数额巨大。所以，我等的就是他们今晚亲手把这个把柄送到我手里。来了。那个放风的身形看着很像江浩，摸过去那个人腿有残疾，那是镇宫殿所挂名的外包临时工王瘸子，出了名的烂赌鬼，认钱不认。大伯可真舍得下本钱，为了弄死我的鱼，连这种人都雇来了。只要这一剪子下去，这片令人嫉妒的生态水库就会瞬间变成一潭死水。这5000块钱拿着可真是太容易了。江旺，他要剪了，水泵一旦断电重启很麻烦。放心，他剪不断。那根看起来最初的黑线，是昨天故意接在外面的一根废弃钢丝绳。真正的主电缆，早就被我埋在地下半米深的防爆管里了。我的眼睛！江浩，你现在跑，明天警察就会直接去你家敲门。王瘸子，大伯给了你多少钱，让你来捡我这根价值几百万的命脉？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是供电所的，我来检查线路。检查线路需要带着液压剪，深夜偷偷摸摸的爬过来。我是镇农业综合执法的林夏，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生产经营罪。这台仪器已经全程录下了你作案的过程，还有刚才探照灯亮起的时候，监控也拍到了江浩在远处望风。你们这是团伙作案！是我爸给了他5000块钱让他来捡的，我只是来看热闹的。王哥，你别报警，我求求你了。大伯想断了我的氧气，让我倾家荡产。既然他这么喜欢玩绝的，我不回敬他一份大礼，怎么对得起他这番良苦用心？林莎，不用打110了，直接打给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就说有人蓄意破坏县级重点农业项目的核心设备，高达500万。我要让他们把牢底坐穿。谁呀？大半夜的赶着投胎？江大国是吧？我们是镇派出所的，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跟我们走一趟吧。警察同志，我犯什么法了？我可是守法的好村民啊！守法？你涉嫌雇凶破坏县级重点农业项目的核心生产设备，案值巨大。你的同伙王瘸子和你儿子江浩已经在现场被抓获归案了。有什么话回局里去跟审讯员说。怎么可能？清水村的荒山野岭的，怎么可能被当场抓住？王子，大伯错了，大伯一时糊涂啊！大伯就是气不过你去了隔壁村，想跟你开个玩笑。开玩笑？大家都是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你千万别跟警察说这是破坏生产啊！你赶紧签个谅解书，让他把你堂哥放了吧。江大国，你这个玩笑开的可真够大的！深夜雇佣有前科的社会闲散人员，携带破坏性工具，企图切断30万尾极品冰川冷水鱼的供养主线。如果不是江旺提前做了防备，你们这一剪子下去，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将高达500万。500万？你少在这里吓唬人！他那破坑里养的什么金鱼能值500万？再说了，王瘸子不也没剪断电线，他江旺1分钱都没损失，凭什么抓我儿子？我不服！不服是吗？看清楚了，从昨天下午开始，我的清水村水库就是县里挂牌保护的重点项目。你们前雇人去剪电缆，不是普通的邻里纠纷，而是性质极其恶劣的
蓄意破坏地方重大经济建设项目，是刑事犯罪。江大国，证据确凿。虽然嫌疑人剪断的是姜望同志提前布置的废弃电线，没有造成实际的巨额财产损失，但你们的主观恶性和雇凶事实已经构成了破坏生产经营罪未遂。按照法律规定，王瘸子作为直接实施者，姜浩作为现场从犯，将被依法行政拘留15天。旺子，我求求你了，你放过耗子吧！你要多少钱？赔给你，大伯给你不是没损失吗？大伯给你拿1万，就当精神损失费，算大伯求你了，你把案子撤了吧。大伯，你到现在都觉得钱能摆平一切，对吗？警官，作为受害者，我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经济调解，我也绝对不会签署谅解书，一切按照法律的最严标准处理。姜望，你个畜生，你这是要掘你大伯家的后啊！闭嘴！姜大过，你别以为自己能置身事外。虽然你儿子姜浩把罪名全揽了下来，说5000块钱是他自作主张拿的，没经过你同意，但因为你是相关利益方，现对你作出以下处理：处以极其严厉的治安警告，并处以5万元的高额行政罚款。我好不容易抢了姜望的鱼塘，才收了钱老板10万块定金，这买车就花了2万多首付，现在一下子又要掏5万块交罚款，这不等于把我好不容易积起的家底儿给瞬间掏空了吗？算算时间，距离他跟钱老板交货的日子还有不到10天。10天，足够底层的淤泥把所有的毒素一点点的腌制进鱼的每一寸肉里。我们就坐在清水村，等着看这场好戏吧。听说了吗？姜大国心黑，雇人去捡亲侄子的电线，结果被抓了现行。只要再撑7天，只要把鱼交给钱老板，拿到那30万尾款，我就能翻身。鱼儿，快吃，长得再快一点，我和耗子的后半辈子全指望你们了。好，鱼都大的在水里憋不住气了，长得真快。大国，你这水怎么搞的？还有你闻闻这味儿，比村头的化粪池还大，全村人都在抱怨了。抱怨什么？那是他们没见过世面。老刘，你懂个屁！这叫肥水，水越肥，鱼长得越快。你看看我这鱼，全都在水面上抢食吃呢，这活力绝了！大国，你快别喂那种便宜的化肥料了，你这水底已经死了。这是典型的重度缺氧和毒素中毒的初期症状，你看见没？鱼全都在浮头保命呢。你再不赶紧换水、打氧气，逐出3天，这满坑的鱼就得全翻白肚皮。李老头，你少在这里放屁！你养了一辈子草鱼，撑死也就赚个千把块，你懂个屁的现代养殖！我的鱼这是长得太大，在水里憋得慌，才出来透气的。好言难劝，该死的鬼！你就做吧，早晚有你哭的时候。这满池子鱼是我翻身的唯一希望，你赶紧滚，少在这里咒我的财路。明天只要挺过晚上，明天钱老板的车队一来，这30万一到手，我看全村谁敢看不起我。歇会儿吧，数据怎么样？姜望，你真应该去看看姜大国现在那个堂子。我今天早上趁着天没亮，去老鱼塘下游的排水口，偷偷取了一份水样，太可怕了。水体的氨赞和亚酸盐指标已经超过了正常安全值的50倍，这根本已经不是水了，这简直是一池子高浓度的生化毒液。最关键的是这个土臭素和2甲基异蚊醇的含量，这2个指标决定了鱼肉的泥腥味儿。老鱼塘现在的土臭素浓度已经达到了能把人直接熏吐的级别。那鱼怎么还没死绝？这就是姜望算计的最精准也最致密的地方。姜望前3年打下的生态底子太好了，那些极品鱼的抗逆性被培养得极强，
所以它们在剧毒环境里依然能苟延残喘地活上一段时间。它们不会立刻翻白肚死亡，但代价是，它们的肌肉纤维已经被这种剧毒环境彻底改变，变成了完美的毒素海绵。大伯是个只看表面的人，他不懂技术，也不懂养鱼，只要鱼还是活的，还会游，他就会觉得一切正常。他甚至会把鱼吸附毒素导致的身体水肿当成是自己喂得多养得好，鱼长膘了。明天就是他跟市里那位钱老板约定的交货日了吧？钱老板是个做高端生鲜的行家，对品控的要求比谁都高。大伯拿着这种连流浪猫都不会吃的鱼去交货。不仅如此，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如果产品出现重大质量问题，定金全退，还要赔付巨额违约金。哇，那钱老板不得当场撕了他？30万违约金啊！老东西这回连底裤都要赔进去了。江大国那10万定金早就拿去交了新车的首付和警局的罚款，别说赔违约金，他现在账上1分钱都拿不出来，退定金都够呛。喂，是江旺江老板吗？我是市宏泰生鲜批发市场的钱大富啊。钱老板怎么会突然给你打电话？先听听看钱老板说什么。钱老板，久仰，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哎呦，江老板，我可是听市里的几个同行说了，你在清水村搞了个大动作，手里有一批极品的冰川冷水鱼。是这样的，我明天正好要去清水村那边拉一车货。听你大伯说，他那池塘的技术其实都是你给打的底子。我寻思着顺道去你那边参观参观，要是货好，咱们也签个长期合同。好个江大国，打着我的旗号招摇撞骗。既然你伸长脖子，别怪我挖坑。参观随时欢迎，不过钱老板，我友情提醒一句，去我大伯那里收鱼，最好带上你们公司最专业的品鉴师傅。活鱼光看外表可不行，肉质和味道才是决定生鲜价值的唯一标准。江老板放心，我老钱做生意规矩严得很。明天我自带厨师和大锅，现场捞，现场清蒸验货，绝对出不了一点岔子。那就好，祝钱老板明天收获顺利。我在清水村恭候大驾。石头，去把咱们新出水的那批极品冷水鱼，挑10条最肥的，放进冷链展示缸里。林夏，明天上午带上所有的水质和肉质检测证书。明天我们要去给大伯送上一份全村瞩目的大礼。我翻身的机会就在今天。大国这次算是发大财了啊！听说这一坑鱼能卖大几10万呢。谁说不是呢？看人家这派头。不过，你们有没有闻到这水库边上今天怎么这么臭啊？嘘，小声点儿。没看水面上全是绿沫子吗？大国说那是肥水的营养，咱们不懂别乱说，别触他眉头。哎呦，钱老板，您可算来了！盼星星盼月亮啊！快点炮，点炮！老姜，你这水色不对啊，怎么有股腐臭味儿？我常年做生鲜，鼻子比狗还灵，绝不会错。我收了10几年水产，这明显是水质附庸氧化，底层缺氧败坏了。你这鱼的鳃都发黑了，还翻着嘴唤，行动迟缓，活力这么差。钱老板，您这就外行了不是？我这叫高密度极限催肥。您看这鱼的个头是不是比半个月前大了一圈？肚子都圆滚滚的。他们这是吃的太饱了，加上今天天气闷热，才上来透透气的。您放心，肉绝对多。确实，水面上那些鱼虽然看着病恹恹的，但体型极其肥硕。行吧，做我们高端生鲜这一行的，规矩不能过，老规矩。现场起网，挑一条最大的。老王，打灶台，直接清蒸验货。
只要味道过关，肉质没散，我当场给你结那30万尾款。好，钱老板，我立刻让人给您捞鱼，还不快去捞鱼？耽误钱老板的时间，你们赔得起吗？这鱼缺乏活力，还挂着腥臭粘液，这辈子没见过这种刚捞起来的鱼。钱总，这鱼的内脏颜色有点不对劲，肝胆全都肿大发紫了。先蒸。高端市场的客户嘴巴最刁，味道骗不了人。大火蒸15分钟，这鱼大得蒸透。看到没？这就叫大生意。市里的大老板亲自带厨师来验我的货，等这30万一到账，我明天就去市里看房。大哥，还是你有眼光。姜旺那小子在那儿瞎倒腾了3年，还不如你接手这半个月赚得多。这叫什么？这叫财运挡不住啊！时间到，开锅验货。怎么会这样？什么味儿？江大国不是说这是什么高级鱼？高级鱼蒸出来就这味儿。江大国，你敢拿这种垃圾来糊弄我？这鱼的土臭素和氨苷碜绝对超标几百倍，鱼肉全烂了。你这哪是养鱼，你这是在养毒！你让我把这种吃一口就能进医院急救室的垃圾卖到市里的高端生鲜超市去，你想让我坐牢吗？钱总，您别生气啊，这可能是这条鱼生病了，是个意外。咱们再换一条，底下肯定有好的。滚开！换什么换？你当我看不出来这满坑的水都发臭了？你这10万斤鱼白送给化肥厂做肥料，人家都嫌臭。小李，把合同拿出来，看清楚了。合同第3条，如因乙方养殖不当，导致产品出现土瘦超标等重大质量问题，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且乙方必须在24小时内全额退还10万元定金，并赔付合同总价100%的违约金，即30万整。江大国，我老钱做生意凭的是良心，你敢用这种毒鱼来坑我，你简直比奸商还没良心。你也别想着做生意了，我给你1天时间。明天中午12点之前，40万，如果达不到，我公司的账户上，咱们就让县法院强制执行。不能这样啊，钱老板，钱老板，我求求您了，我10万定金买车交款全花光了啊，我上哪儿去凑40万给您啊？这鱼它怎么就臭了呢？以前姜旺养的时候好好的，是姜旺，一定是他临走前对我的鱼动手脚了。少在这里血口喷人！钱总，我说过，活鱼光看外表不行，肉质才是王道。刚才你被这池子鱼脏了眼睛，现在让您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深蓝级特种生态活鱼。这是冰川鳕鱼。咱们本省的气候，怎么可能养得出纯度这么高的冷水鱼？而且这鱼也太漂亮了吧！这体型，这白花花的鳞片，在水里游得多带劲儿！看这活力，看这摆尾，多强悍！说是野生鱼都有人信吧？只要有深蓝2.0生态内循环矩阵，把底层水痕溶氧量恒定在冰川水系的物理标准，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钱总，既然您的厨师和锅都在，不如现场再开一锅。钱总，我洗锅，给我10分钟。钱总，您看，这鱼鳃是极其鲜艳的宝石红，内脏干净的连一点杂色都没有，腹腔里的脂肪如同雪花般分布均匀。这在人工养殖的鱼里，我老王当厨子20年，绝对是头一回见。好家伙，这鱼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泥腥味儿，反而散发着一种极其微弱的类似高山冰雪融水般的清冽气息。上锅，清蒸，除了葱姜，
连盐都不要放。不可能的，那破荒村怎么可能养出好鱼？一定是障眼法。不会又是刚刚那种生化武器吧？我们离远点。这香都把臭味盖过去了。这股鲜香中，甚至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甘甜，瞬间吹散了岸边原本令人作呕的泥臭气。还味道绝了，宛如初春雨后的山林清风，甘甜鲜香。听这声音，这是只有肉质极其紧实弹牙的极品鱼。钱总，味道怎么样？入口即化，却又带着强烈的咀嚼快感，没有丝毫的泥腥味，只有纯粹的鲜香在味蕾上疯狂爆炸。甚至咽下去之后，喉咙里还能感受到一种高山泉水般的干裂回甘。绝来品，这是真正的绝品。这种品质冷水鱼，如果运到市里顶级黑珍珠餐厅，切片做刺食或者清蒸，1斤卖到500块，都有人抢着要。钱总过奖了。这只是我们深蓝生态矩阵的基础产品。钱总，这是今天早上刚出的特级生态水产各项指标检测报告，你可以看看上面的土臭素和重金属残留项。这比最严格的出口欧盟标准还要干净10倍。江老板，明人不说暗话，你清水村那片水库首批出栏的产量大概有多少？保守估计10万斤。好，太好了。江老板，这10万斤我全要了。刚才我跟江大国签的是特级鱼，35一斤。你的鱼是绝品，我给你60，1斤60。只要你签下这份为期3年的独家供应合同，以后你出多少，我老钱收多少。10万斤，1斤60，那就是整整600万。600万，那本来应该是我的，都是我的。钱老板，你不能签啊！那技术是我江家的，江旺是我侄子，这单子应该算在我头上。你把那30万定金扣了，剩下钱打给我，打给我！滚开！别拿你的脏手碰我！你算个什么东西？拿一池子生化毒鱼来糊弄我，还敢在这里攀亲戚？小李，立刻打电话给公司法务部，把江大国的违约证据全部固定。今天中午的12点之前，如果我在公司账上没看到退回的10万定金和30万违约金，直接去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他的所有资产。我要让他把牢底坐穿，让他全家都喝西北风。是，钱总。在这个现实的商业社会里，同情这种贪婪的小人，就是对自己的犯罪。合作愉快，钱总。明天一早，我的冷链车队会将第一批货直接送达您的市级总仓。合作愉快，江老弟，以后在市里，谁敢动你的货，就是跟我老钱过不去。我能走到如今的位置，靠的是绝对的技术与合法的手段，还有碾压对手的产品质量。这片属于江大国的老鱼塘，散发着恶臭，也终将成为埋葬他无知与贪婪的坟墓。这年头，靠歪门邪道是走不远的，只有堂堂正正做人，踏实做事，这才是立身之本。